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同样都是鞭刑，程毅和罗云熙谁更让你心疼？由于受时代设定的影响，古装剧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主角遭受刑罚情节，这种戏拍好了可以产生非常精彩的戏剧效果，有效抓住观众的眼球，在推动剧情进入高潮的同时，丰富角色的性格塑造。在此，笔者想以两位古偶男神罗云熙和程毅在相似情节中的演绎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分析。一、剧情铺垫。合理且有意义的剧情铺垫是所有戏剧冲突的基础。巧合的是，同属古偶仙侠剧的长月烬明和琉璃都是在第2集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男主角被鞭刑的剧情。长月烬明，先说长月烬明，500年前的澹台烬因为出生极限异象而受尽欺凌，就连自己的妻子叶惜雾每天对他也是非打即骂。女主角黎苏苏为消灭魔神穿越到500年前，变成了叶惜雾。她虽没有叶惜雾骄纵刁蛮的性情，却必须尽力伪装成叶惜雾原来的样子。按照侍女春桃的提示，叶惜雾因为嫁给澹台烬后心情不好，所以每天晚上都会拿鞭子抽澹台烬一顿才睡觉。于是便有了黎苏苏拿鞭子抽打澹台烬的剧情。没有任何理由，为打而打，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感慨了一句：“这是变态吗？”第一次看这段剧情的时候，我是感觉有点无语的。当然变态，因为这个剧情铺垫稍显单薄，有点为虐而虐的感觉。顺便忍不住想吐槽一下那条鞭子，长的就像一根披了生姜外衣的大葱，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无处逃遁的尴尬。这么重要的道具其实可以做得更走心一点的。琉璃，再说琉璃，男主角雨丝凤为救自己的灵兽而误入少阳秘境，并且在秘境中负伤导致面具遗失。在前面的剧情里，黎泽公关于面具的公规已经被多次提及，观众和剧中人都很清楚丢失面具是重罪。发现自己的面具丢失时，丝凤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惊恐和焦急，甚至不顾生命危险要去取回。当副公主发现丝凤没戴面具时的惊讶和愤怒，也为后续的惩罚剧情做足了铺垫。相对而言，这个剧情就比较合情合理，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铺垫。2. 商妆效果。在影视化妆中，商妆的学问很大。首先，伤口的深浅和大小要符合剧情，要看起来真实。其次，还得要伤得好看，伤得吸引人。长月烬明，先说长月烬明，此时的叶惜雾已经不想无缘无故打人了，但又害怕他人察觉出自己的变化，只得在心里说了一句：“澹台烬，这一边，你且替500年后的魔神受着。”便说服自己打了澹台烬。从剧情呈现上来看，他并没有用多大力气，听声音最多不超过5下。况且，此时的黎苏苏也只是肉体凡胎，并无仙力加持，按理说应该不会太严重才对。可是，万万没想到，居然直接打出一道东非大裂谷。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每次都精准地打在了同一个部位。此外，这个鞭伤怎么看都像是后期 P 上去的特效，连一个简单的伤妆都要动用到特效，这我就不太理解了。如果有清楚内情的宝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更离谱的是，衣服虽然破了，披散在后背的头发却纹丝不乱，怎么看都不合理。再说这件衣服，根据剧情设定，这个时期的澹台烬只有这一件衣服可以穿。天天这么打，衣服岂不是早就破烂不堪了？从后续的剧情可以看出，他虽然受尽欺凌，却始终都穿戴整洁，这就暴露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逻辑漏洞。琉璃，再看琉璃，丝凤额前的刘海被汗水濡湿，嘴唇微微发白，
下唇沾染着些许血迹，原本飘逸在背后的长发被均匀地分成两半披散在胸前，平添了一分憔悴破碎的美感。伤妆绝不能只局限在有伤口的部位，人物的妆容、发型以及整体的精神状态都应该有相应的表现。如果只是哪儿有伤就在哪儿涂血浆，那就很难形成整体的真实感和代入感。再看一下伤口部分，后背的白衣被一道道血痕浸染，伤口长度、深度都和行刑的力度吻合。先出现的背面特写的出血量较多，如果仔细看的话，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穿帮，那就是后出现的主镜头里的出血量比先出现的特写镜头里的出血量少。两个镜头之间角色并没有换过衣服，所以这个出血量应该越来越多才对，不可能变少。考虑到实际拍摄中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打乱顺序拍的，所以难免在剪辑后出现类似这样的小穿帮。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已经很不错了。3. 痛感表达，剧情铺垫靠编剧，伤妆效果靠化妆师，痛感的表达就是看演员的演技了。所谓表演，就是要对虚拟的刺激做出属于角色的真实反应。这里有2个重点，一个是做出真实的反应，再就是这个反应必须符合角色的设定。长月烬明，受刑时，罗云熙主要通过微微蹙眉、闭眼和抿嘴来表现疼痛。由于鞭刑的过程中有速放处理，所以罗云熙很多表现痛楚的微表情和遭受鞭刑的节奏并没有跟得很紧，两者更像是割裂开呈现的。较多的镜头给了女主角，以独白式画外音的方式呈现了黎苏苏此时此刻的心境变化。一开始，她把对魔神的恨转嫁到澹台烬身上，几鞭后，她开始觉得澹台烬无辜可怜。随后，黎苏苏良心发现，终止了鞭刑。镜头一转，澹台烬就仿若无事人一样合衣而睡，完全没有处理伤口，也没有痛感，更不担心血渍沾染到被褥上。只有结合后续的剧情，才可以理解这里过于寻常化的反应，也许是为了体现澹台烬对待欺凌已经逆来顺受到麻木的地步。初看的话，总觉得这个痛感表达有点过于收敛了。琉璃，再来看看琉璃，和澹台烬不同，司凤是黎泽公备受期待的公主首徒，对待处罚自然不会有澹台烬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状态。手起鞭落，司凤整个身体都随着鞭子的落点微微抽动，表情里有1分傲骨，2分虚弱，3分恭顺，4分忍耐。据说，优秀的表演是要和剧情刺激反着来的。如果剧情要你表演疼痛，那么你要表现的不是你有多痛，而是要表现你如何忍住疼痛。你的忍耐，反而会让观众觉得你是真的很痛。在这段表演中，程毅没有为表现疼痛而挤眉弄眼、龇牙咧嘴、呻吟惨叫，相反，他在极力表现角色如何忍住疼痛，浑身紧绷的肌肉、微微颤抖的嘴唇、低眉看向前下方却略显涣散的眼神，都把这份忍耐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他是公主首徒，他的骄傲不允许他在受刑时表现出过多的狼狈。这个表演既符合角色的需求，又保留了角色在镜头前该有的美感，非常到位。随后，若欲为司凤清理伤口，这个情节意在进一步推动司凤第2次探访少阳秘境的行为，同时也合情合理地衔接了前面的情节，避免了出现伤口莫名其妙的好了这种逻辑漏洞。